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了货币市场基金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活期的产品，然后它的风险非常小，目前的利率呢在5%左右。当然了，有些地方搞活动，它可以一直加上去的话，会有8%左右的一个收益。它里面产品主要是一些国债呀，或者短期的银行存款、银行票据等等的，所以说它的风险比较小。对于它的优势、风险和底层产品有感兴趣的呢，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视频。那这期视频我主要讲一下如何购买。上一期视频大家的留言和问题我都看到了，所以说这期呢我会尽量覆盖大家所提到的这些券商，像 Fidelity、嘉信理财、摩根大通 Chase、IB 就是盈透，还有默默富途，还有长桥证券，这些券商呢，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优势，而且我在视频下方做了分段，大家挑自己感兴趣的看就可以了。那视频最后呢，我会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。先来看一下 Fidelity 的货币市场基金，怎么说呢？看过了外面的花花草草之后，发觉它也就这样了，胜在方便。Fidelity 它方便的点在于，你把钱存入账户，不管你是个人账户、退休账户还是券商账户，都可以在里面的现金 cash，它就可以自动帮你转到货币市场基金 SPAXX 这个货币市场基金。那目前的利息呢是4.98%，然后它会收一个费用，那它钱是按照天来计算的。比如一个月中你30天有20天的话，你的钱是在股票里的，那还有10天的时间你是在买卖过程当中的空隙时间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它也会算你利息，然后有多少天算多少天，月底的时候给你利息。当然，每个券商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货币市场基金。以 Fidelity 为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要查找它的货币市场基金，你先到 News Research， 然后点下面的 Mutual Funds， 这是基金的一种，所以说我们点 Mutual Fund。进入了之后呢，我们到这边来就是 Asset Class， 就是你的资产类别，点开，然后往下找到 Money Market， 就是货币市场基金。原来如果我不选这个的话呢，有9000多只基金，那我选了货币市场基金了之后，可以发觉只有31个货币市场基金在 Fidelity 里面的。然后我们点开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所有的基金。那我们大致先看一下，过一下，它排在前面3位的呢，它的现在的收益是5.17、5.12、5.06。那它的费用，每个基金它都会收费的，它的费用呢是0.14%。那看一看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 SPXX 这个在哪里 ？SPXX 在这里，这个，然后它的话收益是4.78%，是不是4.78%？然后呢是年化收益率，然后费用的话是0.42%，然后有没有发觉差好多呀？这上面是5点多的年利率，然后这边只有4.7几，然后收费还比别人贵好多，是不是非常不合算？待会儿你再看一下，我们点这边。management fee 就是它的费用是什么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排在前面收益高的几位，它的 minimum investment 就是最低的投资限额是多少呢？这个是1000万美金，下面一个是100万美金，然后他们都是有最低的投资限额的。比如说我点开第一个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在这里他就说了，这个基金呢是给退休账户或者是机构的投的，最少投资金额是1000万。所以说这些收益高的话，它都有个门槛的。那我们个人选的话呢，除非你有一大笔闲置资金，需要几天的时间选个高收益的活动的基金，不然的话我们选这边是0的。可以看到吗？刚刚我们的收益是从高排到低的 overview 这边嘛。1年的收益是从高排到低的，所以说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还是点 management fee， 我们到这边可以看到，其实排下来，在投资金额最少为0的前提下面呢，最好的这只基金收益最高的也就是 SPRXX 了。这只基金的费用也是0.42%，我们选这个。然后再往下看，看到 SPAXX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账户当中它自动会帮我们投的一只基金，然后它的费用呢也是0.42%。我们可以再选几只，比如说是这只，它的费用是0.34%。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我们回到 Overview 这边，我们可以比较这几只基金。
它的收益一个是4.87，一个是4.79，一个是4.78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，可以去买 SPRXX，需要你手动到它的基金这边去购买这个产品。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。我解释一下里面的一些概念。首先，它是一只货币市场基金，是 Fidelity 的。然后呢，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，它的 NAV 就是净资产值要保持在$1。然后呢，这边7天的收益就是浮动的收益率是5.07%。然后这边看一下它的风险，风险的话，货币市场基金像我上个视频说过的，它是一个非常低的，在这边，那相对于你的收益越高的一些产品呢，它的风险会越高。看一下它近几年的表现，去年因为是美联储升息，所以说它这一年的收益都不错，因为基准利率高嘛，它有个4.87%的收益。但是我们往后看5年和10年的收益率，看到没有，只有1点几。其实这个才是正常的，因为不可能一直是加息的，加息之后会有个降息。那平均的美国这边的基准利率的话，也就维持在1%左右，有的时候甚至是0%，它就上上下下之下，10年的话，平均的一个利息的收益的话，其实也就1%点多，只是这段时间这个机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这边的话是说它是优质货币市场基金，然后成立年限是1989年成立了，费用的话是0.42%。然后这边就是它投资的一些产品，比如说是美国的债，然后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债，还有这边是 CD， 就是定期存款，然后是不可转让的存款。这边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回购协议。这个是美国政府机构的一个回购协议。再往下的话，这边的话是一些短期的金融公司的商业票据。整体来说的话，它的安全性还是挺高的，都是一些不是政府的，就是美国国家的一些票据也好，或者说是债也好，还有一些定期存款。OK， 然后这边是它的机构的一个经理，看着就是挺可靠的样子啊。好，看完之后，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呢，你就可以点击购买了。进入了之后，就选择你的账户，然后选的是货币市场基金，代号是 SPRXX。当然，你还可以选其他的货币市场基金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它的价格是$1一份，稳定在$1一份。然后你看，它现在目前7天的浮动利率是5.07%。那你买多少，随便你买多少都可以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买1块，它也是可以的。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按 Preview Order， 就是预览一下。预览这边呢也是相同的信息，账号、代码，然后多少钱、多少利率，然后是购买，然后是用现金购买，都没有什么问题呢。然后当然还有个利率是多少，然后都没有问题，你就点击下单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你就直接把钱放在那边，让它自动帮你 QSPAXX， 也差那么一点点，省心很多。当然，美国的其他的一些大的券商也基本上是这样子，比如说是摩根大通，它的投资部门的话呢，你可以到它的投资，然后呢点里面的 mutual fund， 就是各类的基金，然后下面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到这边有 find money market fund， 找到货币市场基金。不好意思，我找不到它这边的中文服务，只能是给大家看英文了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有不同的货币市场基金，有54个，比 Fidelity 要多一些。然后这边有它的费用。那如果你的银行或者说券商是在摩根大通这边的呢，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选你所需要的货币市场基金。看一下嘉信理财，我们可以在产品，然后往下面找，在这边货币市场基金这边找到，然后点击，然后就到了货币市场基金的购买页面。然后我可以看它这边比较好的地方呢，是它产品分类比较清晰。比如说刚开始的话，这边是利率最高的一些，就是优质的货币市场基金，它这边告诉你是要收税的。那有5.2，起投金额是0元。那如果钱多一点，不多很多的话，它有一个高门槛的，就是5.37的利率。
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购买了。再往下面是政府的，就是一些国债类的产品，但是这边也是要收税的。那它的金额呢是也有零起投的，或者是更多资金起投的。那目前的利率是在5.03左右，可以看到零起投基本上是在这样子一个利率区间。那再下面呢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债，那地方的政府或者是一些政府机构，那这个呢是免税的。那利率呢就更低一点了，基本上是在2.3%左右，3以下了，2.92、2.69，我就只看是零起投金额的，大的我们就不看了，好吗？2.85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最后面呢，它这边会有一个就是其他的，也是要付税的，那也是5.37。但是这个的话起投金额好高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一些了。如果想买的话，或者就是退休账户就在这里的话，可以到这边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盈透证券它也有钱放在里面，就给你利息，然后利息呢，它给了还不少，是4.83，当然这是浮动的，但是它有一个最低的$100,000的限额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资金在$100,000以上，你钱放在账户，它会给你利息。这边可以看到，如果在小于$100,000的话呢，它会按比例来减少，但是如果低于$10,000的话是没有利息的。那你需要，如果说你资金低于$10,000，你放在盈透当中，还希望有些浮动的利率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购买一些他们的产品。我们点击研究，然后里面有共同基金扫描仪，点击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到达这个页面，然后可以选择你所在的国家，比如说我点美国，然后呢货币市场这边英文的话就是 Money Market， 然后我们再看结果。这边的话一共有245个基金，但是里面有很多基金的话是不给个人买的，或者说它有最低的购买要求，盈透的页面还是一样的难用，所以说基本上买小东西的时候我不太会到盈透这边来。然后你可以往后拉一拉，看看它的资产规模啊，然后它的股份类别等等，然后得拉到最下面这边对，中间的地方。可以看它的费用比例跟业绩，然后在这个里面你选择你可以购买的一个产品。那我对盈透的货币市场不是特别熟啊，我看到网上有人提到了 TPPXX， 那我没有买过这个，我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吧。我们进入了之后，先是到了个报价页面，那我们看它的基本面，这边有基本面，然后过来往下拉一下。可以看到它年初至今的一个利率比，就是它的收益是4.91，当然它是浮动的，目前的话可能是在这个上下浮动。然后看一下它的费用是多少，费用的话应该是在简介与费用这边，然后我们往这边看，可以看到它的费用是0.27%，那一年的回报率的话，这边有一个现在是4.8%，然后的话它有最高的话是到4.99%。那下面的话还有些信息可以自己去看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就是持仓，持仓的话就是看它大多数什么东西，它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产品，然后还有一些美国的证券等等，然后大部分是在美国的一个资产。那如果你看了都没有什么问题呢，然后你可以进行购买，然后在报价这边，然后点击买入。买入了之后，你随便买多少，比如说我给大家做个例子的话，我买个10块钱的也可以，然后是按照市价嘛，然后当天的预览一下，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提交买单就可以了。下一个是陌陌，我是用它来炒股的。最近呢，他们给我频道一个活动，就是在2月，如果入金的话，买他们的货币市场基金呢，除了正常5%的利率，再送前3个月再送3%的收益，加起来就有8%的收益率了。当然，过了3个月之后就回到正常的收益率区间5%左右，但是它最多给你存$20,000，有限的给你薅羊毛。根据你入金的金额不同，他再送你其他的股票，6888，他送你1股亚马逊，再加15股免费的股票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下面的开户链接。我其实挺好奇，这个我如果放6888在里面3个月的话，我的收益率是多少？我算了一下，利息的话，比如说它是3个月8.1%的利息吧，那差不多就是6888乘以8.1%，然后因为这是3个月的利息嘛，除以90天乘
不对，这是年利率，所以说它应该是除以365乘以90，就是90天的利率是137。亚马逊的股票160，15股股票算10块钱一股，150，不对，他们的股票不会送那么贵的，100块钱15股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总共加起来，我3个月的话，这些股票加收益就是快400块，397。那年利率的话呢，就是397是3个月，除以90，然后乘以365，基本上就是1年的话收益率是多少，然后再用这个除以当初的投资金额，那基本上就是23%的收益率，还蛮不错的投资。富途牛牛比较适合没有美国社会安全号的朋友们来使用。那上次呢，我说到怎么买国债，它里面的现金宝就是货币市场基金也是不错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就是港币的话，它的货币市场基金现在利率是4.5，那美金 USD 相关的货币市场基金呢，它的利率现在是5.2。富途牛牛最近也有开户送股票的活动，给的还挺多的，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下面的链接。再介绍一个券商是长桥，这个是香港的持牌券商，资质啊，然后资金体量什么都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它呢也是有货币市场基金，美金的话现在是5.71，然后它的港币的话是4.82，当然这些都是浮动的，跟着市场来的。我介绍它的原因，一个是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是香港、澳门的朋友们，你如果是交易比较频繁的话呢，它这边是港美股交易申免佣，当然是要满足它的一些条件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大陆的朋友，我知道有一些就是开户的时候卡在了港卡这个方向，就是没有办法办港卡，然后他们的话呢，可以帮忙办理香港的港卡。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，然后也有客户群，再多的我就不方便在频道里说了。讲完了，大家是不是有点晕？这么多账户，选哪个啊？开哪个？那其实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。如果在美国的，然后有社会安全号的小伙伴呢，你们就跟着自己的退休账户走，就比较方便。比如说像 Vanguard，这是最大的一个券商，因为大多数公司都把他们的退休账户开在他们家，做投资的话也比较方便。接下来像梅林的话，它是 Bank of America， 就是美国银行连接的券商，它也非常大。刚刚说到的嘉信理财，那它有个华语服务，也是很大的券商。像我常用的 Fidelity， 它的优势呢，就是它会自动把钱投资到货币市场基金，就不用我再麻烦了。Chase 的话，它连接的券商是摩根大通，这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券商。虽然界面有点难用，但是有蛮多的小伙伴就是说觉得它安全性不错，也会分散资金到他们家。还有炒股的小伙伴的话呢，也可以考虑陌陌，它的炒股软件非常好用，当然它送的福利也是非常多的。没有社会安全号也想投资美国资产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些国际券商，比如说盈透就是比较大的一个。它的好处是它的保证金账户的利率会比同期的其他券商低一些，当然它的界面难用也是业界所共知的。嘉信理财好像也是接受没有美国社会安全号的可以开户。其次呢，富途牛牛同样用起来非常方便，也是送很多福利，港美股什么都可以交易，国债也可以买。还有我帮大家找出来的是长桥，那交易比较频繁的话呢是终身免佣，同时就是大陆的朋友如果开户比较困难的话呢，他们也可以帮到忙。回答一下问题外国人好像不能买盈透证券上的这两个货币市场基金，我们看一下吧。一个是 UVSXX， 对不对？然后我看一下它的基本面，这个基金应该是挺不错的，因为它的费用的话挺低的，是0.09%，收益的话是4.94%。那不能购买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啊，我点击购买，那 Preview。这边出现了，就是说最低购买金额需要是1万个，是百千万，1万低于1万的不能购买，应该不是因为地区的关系。还有一只基金的话，应该看一下 VMFXX，OK，然后可能也是一样的问题吧，对，最低购买金额是1万，不然的话就不行。OK，
下一个问题，推荐盈透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，我没有怎么用过他们家这个产品，但是刚刚朋友推荐两个就还不错，还有就是我视频当中也提到了一个，还可以吧。下一个问题，嘉信理财账户的股票能不能像 Fidelity 一样直接在货币市场基金上面投资？不可以，你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个操作。然后能不能介绍嘉信理财怎么买国债？我给你看一下啊。然后在这里还是点它的产品，然后这边有债券与固定收益投资，点这里进去。进去了之后呢，往下翻，下面的话它这边的话有 ETF， 然后有 CD 定存，然后有个人的债券，你点这里，点 Learn More， 然后点进去。之后呢，下面的话这边有国债，然后是机构债、地方债，然后公司债等等。那我想你可能是希望是国债，然后我们点击投资国债。进去了之后呢，这边就有所有的其实跟 Fidelity 很像的，关于 CD 就是定存，然后各个时间阶段都有，然后这一行就是国债了，所有的3个月一直到30年的都在这边。当然这边是二手的国债，如果你要新发行的国债，再往下面 New Issues 就是新发行的，你点这个进去，就是拍卖的国债。因为新发行的都是需要通过拍卖才能得到价格的，那这边的话就有2笔，就是拍卖的国债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就这样子。有问题再给我留言吧。加拿大是不是也可以一样的操作？可以的，就是你们加拿大当地的券商，我相信也是很多的。你直接在你的券商里面找货币市场基金一样做。然后你想要国际券商或者美国券商，如果你能注册的话，你可以选利率高的。但是货币市场基金它其实只是投资类目当中非常小的一块，让你一些活期的钱有个地方放，顺便赚一点那个利率，并不是说一种长期的这种投资方式。补充货币市场基金发生亏损的历史，有这个历史发生的是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这家公司叫 Reserve Primary Fund， 那个时候它从$1跌到了$0.97进行清算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它持有雷曼兄弟1.5%的票据，然后那个时候雷曼兄弟倒闭，然后影响了它，然后发生了挤兑，使得它不得不清算。但是之后呢，也有政府和其他的基金公司进入，然后把这件事情给清算掉了。如果发生了大的经济危机，比如说是08年或者2020年，确实会发生不稳定的状况。但是好在2020年那一次的话，政府的监管就更严了。然后目前呢，他们更多的去买了一个国债，然后一个逆回购的国债，安全性上面来说就更加提高了一些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